今天我要用上次跟246王国的 KVK 素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王城战，其中也有一些小技巧是炎龙霸主活动也会使用到的。最基本的是批量治疗，这边可以看到40分钟治疗下去，直接剩10分钟。这边代表的是有7个买月卡的人在线上可以触发7次自动治疗，所以只要治疗的时间小于30分钟都会秒杀。所以我们直接把治疗的人数设定到28分钟可以完成，每次按下去都是秒杀，这样可以快速治疗你手上全部的伤兵。我通常会为了方便计算，每个人我就算4分钟，所以7个人我会算28分钟。所以越多人买月卡的治疗的速度就会越快，有时候甚至可以一次治疗1500到2000个士兵。再来是加入车身的英雄选择，防守的车身首推修女，它可以同时增加部队的攻击力还有防御力。再来就是1代的工兵英雄萨洛，它可以同时增加部队防御力还有生命值。再来是最平民的角色戈登，可以加生命值，在第4代之前一直都是无氪玩家的防守车身主力。还有一个就是法赫德，可以降低全军伤害 20%， 它也是平民车身防御神角。再来是攻击型的车身语音，可以提高部队攻击力 25%， 只要4星技能点满就可以常常使用。再来是琴科，部队杀伤力 25%， 不论是打熊还有攻击车身都非常好用。再来是言语，可以提供部队杀伤力 25%， 技能代码跟琴科是一样的，也是非常好用的紫色英雄。再来就是4代英雄马尔戈，可以提升攻击力 25%， 功能跟语音一样，但是因为培养成本高，所以不见得人人都有。攻击的车身最好是搭配2个杀伤力加成的，2个攻击力加成的，这样可以效益最大化。还有一个最新出的7代工兵英雄，以技能描述来看，可以同时提升攻击力还有杀伤力，应该很适合当攻击车身，实际情况待测试。再来是兵种的比例，防守方的比例可以设定60-40，然后使用防守型的车身英雄当第一个，就是刚刚有介绍的希尔德、萨洛、戈登、法赫德都很适合这么做。如果是攻击方的增援，可以使用刚刚介绍过的琴科，然后兵种比例设定50、20、30，也有可能是40、20、40，这个看各公会自己怎么决定，可能要借由兵种相克关系去调整士兵的比例，也有可能调成50-0-50来反制640的阵型，也有可能调整成48-4-48。想知道兵种比例设定的，可以参考右上角的资讯卡。不论是在集结队伍中，或是在防守的建筑物中，都有可以查看里面兵种比例的地方。比如说集结攻击的这个人像符号，点下去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兵种比例。因为我只有工兵达到 T11， 所以我在这次的集结中派出了100%的 T11 工兵，然后协调其他的队友派出100%的 T11 步兵，这样才可以最大化的派出高等级的兵种。只要最后组成的兵种比例是正确的就好了。再来跟大家示范一些战术上的东西。这边要讲的是双集结，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的小恐龙跟太空人正在集结我们的东部炮台，集结时间看起来差5秒，可是要在计算上行军时间才是抵达建筑物的时间。最后会发现2波攻击抵达的时间只差2秒，意思就是防守方的增援必须在这2秒的缝隙之中抵达。这其实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双集结，如果能够做到完全压秒，2个是同秒抵达，那更是天衣无缝。
几乎没有补兵的机会。如果第一发就被撞下来，那来补兵的增援队伍就会进医院，请注意医院容量。刚刚讲的双集结是在针对一个很难打的目标，不论是同一个工会或者是多个工会都可以执行的。当然也有3集结、4集结。如果是像炎龙霸主那种超级混战的情况，如果你是在建筑物里面，应该动不动就会看到5集结以上。如果对手跟我方的人数差异很多，而我方只有一个联盟的话，即使我们能打下城堡，对手只要从另外一个联盟发动反集结，我们根本守不住城堡太久，最后是一定会输，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情况。水球是我方，即使我们打赢，也会马上被对手另一个联盟打下来，这样占领的秒数会非常的短，就会变成必输的局。对手的主力在城堡里面，也可以借由另外一个联盟的集结来攻击自己王国的城堡，达到反集结的效果。所以虽然我们人数很少，我们还是分成了2个联盟。我们打算这么做，也就是在对方的反集结发动之后，我们的反集结也发动，看最后能不能打赢他，占下城堡。如果要执行这一类的作战，最好一定要大家进同一个语音房间，做好沟通。那这边教的都是算是最基础的版本，也许有的会分3个联盟或4个联盟的，或者是在反集结上面还要再加双集结的。那这次的 KVK 虽然我们输了，不过其实大家都有展现出很好的风度，最后打完了还是互相道谢。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比赛。也有看到有人要找我的，不过我比较早睡，抱歉。也有看到有人想上镜的，就是这个太空人跟恐龙，帮他满足一下愿望。这是场精彩的比赛。刚刚教的都只是最普通正常版本的 KVK， 无规则的 KVK， 我的经验就不太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教大家。不过我想教大家另外一个小技巧，你可以由之前打野兽的战报去找到自己之前的位置。如果你确认自己之前的位置没有任何的障碍物，而你又是跨王国去攻击别人城堡的，那你可以来这个界面按下这个返回原王国的按钮。如果你原始的位置没有障碍物，那就会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即使你已经在不同的联盟，这招也适用，所以这招非常好用。然后当然还是要记得开盾，不然早上起来你大概就没兵了。如果想了解炎龙霸主的，那这部《炎龙霸主攻略全书》一定要推荐给你。